大家好啊，今天刚刚看到一个消息啊，就是 OpenAI 这个视频生成工具 Sora 和一群艺术家之间爆发了冲突。Sora 呢是好久没消息了啊，虽然听起来是个坏消息，但是有消息总比没消息好，对吧？事情是这样的啊，故事要从 OpenAI 和一群艺术家的早期测试计划说起啊，这是 Hugging Face 的这个页面啊。OpenAI 呢是邀请了大约300名艺术家参与 Sora 的早期测试。表面上看呢，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艺术家们可以抢先体验这种最新的 AI 视频生成技术，而 OpenAI 呢，可以获得这种宝贵的使用反馈。听起来一切都不错啊，但是呢，事情的发展跟这些艺术家预想的是大相径庭啊。他们慢慢就发现这个所谓的早期测试计划，可能更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这种营销活动首先呢，艺术家觉得自己被当成了免费劳动力你想想看他们不仅要帮这个软件找 bug， 还要提供创意的反馈，做各种实验。而这种工作呢，按道理说呢是要付费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市值高达1500亿美元的公司来说，那更让这个艺术家们觉得不爽的是他们创作的每一个作品都必须经过 OpenAI 的审核才能对外分享。这就好比呢，你是个画家，但是你的每一幅画都要先给画廊老板看他觉得好那才能挂出来，就这种感觉确实挺憋屈的那所以这群艺术家呢也不是好惹的他们就干了一件大事，就刚才那个页面在 Hugging Face 平台上呢发布了一个可以连接 Sora API 的工具，让所有人都能体验 Sora 的视频生成功能。简单来说呢，就是把原本只有少数人才能使用的这种特权公开了。不过这个艺术家们的反击只持续了3小时，然后 OpenAI 就紧急的叫停了整个的这个就是 early 早期访问计划所以这一波操作可以说是速战速决说到底呢，这个冲突其实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这种问题。艺术家们呢在公开信里边他们特别强调呢，说这个我们不是你们的 PR 傀儡，我们不是免费的实验品，我们更不是你们的训练数据。这个话听起来说的还是比较重的但确实呢也说出了这些艺术家心底话。他们觉得吧 ，OpenAI 在利用艺术家创作来做品牌宣传，而是给予的回报却非常有限。虽然 OpenAI 承诺呢会选择部分作品进行展映，但这些补偿跟公司获得的这种巨大的宣传价值相比根本就不成比例。所以呢这就反击来了。有意思是这些艺术家呢并不是完全的反对 AI 技术在他们的公开信息最后还特别推荐了一些开源的生成工具，视频生成工具，比如像Coq Video X、Mochi One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艺术这个创作应该是自由的，不应该被商业利益所束缚那最后他们还特别强调就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已经有条件运行这些开源工具，但是希望工具的开发者能够多听听这些艺术家们的心声，为真正的艺术表达提供更好的支持。所以在这个 AI 时代艺术创作还有商业利益以及这个技术发展到底应该就是说达到一个怎么样的平衡关系呢？说白了就是一个应该说不仅仅是一个补偿公平与否的问题，更是关于艺术创作自由度的这么一个讨论。所以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点既能保证科技公司有动力继续开发新的工具，那么又能确保艺术家们的创作自由以及这个合理权益。所以 OpenAI 现在迟迟不愿意推出 Sora， 我觉得是不愿意除了让产品更加成熟外呢，他是不是也在担心一个造假新时代的到来？那这次美国大选就有很多恶搞2个候选人的 AI 视频有的还真的是真假难辨这里边呢如果不是情节太离奇没准就有人相信了所以这里边是马斯克是功不可没的。X 平台这个超级网红马斯克呢发了很多 AI 生成的这个大选视频，应该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那什么呢？就是恶搞视频影响美国大选的新时代。所以这个视频生成技术带来的影响呢可能
远远比图片生成更为深远。原因呢有很多，比如说就是感知的这种真实性更强啊。我第一次看到 Sora 生成的视频的时候，确实是很震惊的。这个视频啊比静态图片它更有说服力，因为它包含了这个动作、声音、表情啊这种多维度的信息，人们天生就倾向于眼见为实，对吧？即使在这个比如说 PS 啊已经普及的时代，视频呢依然是被很多人视为比较可靠的真相和信息载体。再一个就是传播效果好，视频内容啊往往容易引起情绪共鸣。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呢，这个速度和影响力往往超过其他形式的内容啊。一个精心制作的这个虚假视频，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几乎走红全网，而辟谣的效果呢，往往你难以达到原来视频的范围啊。所以啊，关键是什么呢？检测难度也在增大。比如说和图片相比啊，这个视频造假的检测难度要大得多。那首先就是技术门槛更高，再一个要逐帧的分析，再加上视频编码啊、压缩、转换，这个过程呢都可以掩盖这个造假的痕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 OpenAI 啊对 Sora 的发布啊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可能在考虑呢，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内容审核机制，开发可靠的视频验证工具，比如在技术创新和社会责任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点，避免这个工具啊被用于制作误导性内容。当然这个是特别难的啊，这个视频 AI 制作呀是一把双刃剑啊。一方面这项技术可以极大的降低视频制作的门槛，让更多的人呢能够表达创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被用来制造混乱、误导等等啊。但是对于我们广大的 YouTuber 来说啊，特别是像表达能力欠佳，就像我这样的人，也许 Sora 推出之后呢，我们可以用更擅长的这个视频语言来代替声音，是吧？传递更多信息，好吧？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啊！一切都刚刚开始，拜拜。